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胡老板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。哇，好久没有报新闻了。前一阵子呢，因为我去了一趟日本跟台湾的关系呢，所以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凑哦。没时间跟大家分享新闻，然后再来还有一段时间呢，我觉得那些新闻呢没有说特别有趣，所以就没有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。那最近这几天呢，终于有一些蛮有趣的新闻出来了，所以在这边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好，首先 Starlink 呢这几天呢有一个传闻出来，是他们再下来会有新的硬体配备出来。那这个蛮有趣的说，它的硬体配备的大小呢，大概就是一张纸 8.5 by 11的这个纸的大小哦。那这个应该算是他们的第4代吧，卫星的接收发射的这个天线哦。那这个蛮有趣的是，它把路由器删除了，等于就是说天线跟它的路由器就是 router 呢是合而为一的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小，像这样子在那个照片上头哦。基本上呢，你放到你的背包里头啊，只要有个电源的话，你就可以到任何地方可以收得到它的卫星无线的讯号哦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厉害，而且再来另外一个它的价钱那之前呢 Starlink 的本身基本的硬体配备呢，在美国这里呢就是大概$500-600哦，现在最近这几天降价到499哦。那新的这一款像纸一样大的这个硬体配备呢，Elon 是说只要$250，基本上就跟之前的一半的价钱哦。你要这样想哦，你今天如果是突然出去露营啊，或者是到哪里是没有手机信号了，那突然一下你可以从背包里头拿出来一个像纸一样大的这个系统哦，可以直接对着天空收到卫星的讯号，并且有网络的话，哇，那这个不得了，这到哪里真是非常非常方便哦。那再下来呢，不管是对可能有一些建设比较差的国家呢，或者甚至是你到野外急救需要用的时候呢，都可以有网络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东西哦。那再来我们就聊聊电动车新闻。首先 Rivian 这几天又要开始裁员了。那他们这次的裁员呢，主要是针对年轻的员工，但是他并没有给一个确切的数字说他要裁多少人。那跟大家回顾一下 Rivian 的第一季的财报，第一季的财报其实并不是特别好，亏钱。那每一台车平均归了$39,000哦。那虽然是说它今年的预估的销售量是57000台，那你想，如果它每一台车还持续一直亏$39,000的话，那基本上的这一家公司就是一直在烧钱。那之前呢，大家就预判说他们手上的现金可能撑不到1年哦，就会很担心是说他们今年又发布了再下来要出的新车，比方是 R2 啊，还有 R3， 那这些车子会不会真的在市场上看到呢？现在就开始越来越明显，开始打一个问号哦。烧钱的速度真的是太快。好，那在另一方面呢 ，Kia 说他们再下来的 EV3 会在墨西哥生产，目前预估的价位呢是大概$31,000左右。那为什么会选择在墨西哥呢？第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成本比较便宜，另外一个呢是它还是符合美国联邦政府补助的$7,500的税金减免哦。想说你如果一台车$31,000，你符合这$7,500的这个节税呢，换句话说，你这一台车的实际价钱是$24,000哦。我们终于达到了一个程度，说一台车可以接近$25,000了。之前我们就有跟大家分享过，平均到$25,000到$30,000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，主要是因为很多车子都是这个价位。那再来呢，也有很多人呢，因为最近的利息比较高的关系呢，所以买车的价钱也开始下降。那所以今天你如果可以出一台电动车是$25,000到$35,000之间的话，我想呢，市场的接受度会提高不少。那再来我们聊聊特斯拉新闻哦。特斯拉在中国上海那边拿到了政府的核准，可以开始测试他们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，也就是 ADAS 哦。这个还不是他们测试它 FSD 哦。当它的 ADAS 系统测试完成以后呢，他们再下一步就是会开始测试 FSD。那为什么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呢？是因为 FSD 呢，对特斯拉的未来非常非常重要。那我们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了，在美国这边呢，你用 FSD Version 12的话，哇，真的是基本上呢，它开车
非常非常像一个普通驾驶在开哦，它有很多之前做不到的事情也都做得到，比方说可以很快速的右转马上左转，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做回转的动作哦。那这个系统呢只会进步，你要想说，如果以特斯拉这样的进步的速度的话，其实我们真的离全自动驾驶系统不远了。那尤其中国又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呢，所以呢，相对来说，在那边可以测试 FSD 对特斯拉的未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。那在另一方面，换新版 Model 3长距离版本今天开始在美国符合美国联邦政府的7500块钱美金的补助哦。那之前呢，我们就有跟大家提到说，长距离版本的 Model 3还有后驱版本 Model 3在美国呢不符合这补助，主要是因为电池的关系。那特斯拉在他们的后勤呢应该是有所改变，所以呢从今天开始 Model 3长距离版本也符合7500块钱美金的补助哦。所以呢从现在开始，你如果有过这个补助条款的话，从原本47500块钱美金的车价，你可以足足减掉7500块钱美金，这一台车你现在4万块钱就可以入手了。那之前呢，因为不符合联邦政府补助的关系，所以呢，高性能版本就是 Performance 版本竟然比长距离版本便宜哦。那现在两款都符合了，所以呢，价钱也就正常一点。但在这里还是要声明，你如果是对后驱版本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很可惜 Model 3后驱版本目前还是不符合联邦政府补助哦，主要就是因为电池的关系。但是你想哦，你如果是符合补助的朋友们呢，要购买车子的话，你只要再加个2000块钱，你就可以买到长距离版本哦。你的续航力增加变到341英里，然后呢0到60的加速也是 4.2 秒，所以在这一方面呢，突然一下长距离版本的 Model 3好像 CP 值就增加了不少哦。前几天呢就是特斯拉的股东大会嘛，那在上头呢，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期待的是，特斯拉竟然跟大家讲了，在下来会有3部新车他们在研发哦。那当然啦，特斯拉一概不会讲太多，但从我们的预判呢，一个应该就是 Roadster，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之前讲的这25000块钱车，也就是可能我们先代号叫它 Model 2好了。那再来呢，这台车照特斯拉的图上头看，非常像一个方形的面包车，我们讲 van 哦，可能就是保姆车的一个概念哦。那有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保姆车这个形状，其实在美国呢，还有在很多国外呢，甚至在东南亚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车子哦。那目前我们不太能判断它是大的还是小的，它可能是小的车，有点像那种日本的那种小型的方形车哦，但它也有可能是大的。目前我们判断不出来，但至少呢，我们知道说特斯拉再下来会有3台新车要出来，什么时候呢？不确定啦。好，那最后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是第3季呢 ，Cybertruck 终于要降价。它其实不是降价，它只是把 Foundation Series， 也就是它前面的这个就是限量款的这个2万块钱的加价要把它拿掉。据我们了解呢，价钱不会改变，只是因为拿掉了这个2万块钱呢，它变相式的车子的价钱降下来了。之前你如果要买一台双马达的 Cybertruck 的话，8万块钱再加2万块，再加一大堆有的没的税的话，你可能最后结算大概是11万多美金哦，是非常非常贵哦。那再下来，因为你不需要这个 Foundation Series 的2万块钱加价呢，你就从8万块钱开始算，所以呢，买的人应该会增加。但这台车呢，并不适合每个人啦。我建议是你有办法，可能至少去看一下车子，你才会决定说适合不适合它。我前几天在路上看到一个好小好小的一个女生哦，开这台车，我都感觉有一点违和感，因为 Cybertruck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之前的开箱影片去看一下。好了，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看 YouTube 的朋友们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可以经过 Spotify、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，我都会看到哦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我是胡老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